好，接下来要看韩剧了，每天都要看。那今天是第一回合，因为前2天我们就在问啊，既然法院都已经发下了拘捕令，特检带了30名主管的检察官，检察事务官，然后有120名的员警，要加3000名警力，然后进入到尹锡悦官邸准备执行任务。看到画面呢，哇，浩浩荡荡进去，而且是清晨5点钟，拂晓出击，他就去攻官邸，就外面呢马上就有包括了这个民众啊去聚集啊，要防止尹锡悦被抓呀，还派出了上百大巴士啊阻挠啊，那甚至这个南韩公调处看到这些举旗的，就是支持尹锡悦的民众，那双方呢一度还有冲突，那最后警方检方进到了公调处大门内部，还是被挡下来，甚至还一度说有肢体冲突跟防卫的安全保安警才突破军方封锁。结果呢？最后结论其实已经出来了啦。后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对峙之后，因为尹锡悦强调嘛，一定要对抗到底嘛，那又有这些军警对抗嘛，因为他对官邸跟这些警方人对峙的人不是军队，是特殊部队。他们是谁？他们是根据总统警卫法这些规定编入总统警卫处的，叫特殊军队。他们有555警备团，所有指挥权，还有管控权，有专门的独立的机关，军方没有权限，所以进不去啊。那最后他们宣布暂停逮捕行动，放弃第1回合，尹锡悦胜。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有第2回合啊，还有第3回合啊。现在到底怎么办呢？暂停执行之后，尹锡悦继续声明一定会奋斗到底，而且他还呼吁群众要一直支持他，要一直到他战胜为止。所以呢，他一直留在官邸，连露面都没有。所以在野党就批评了，这个叫做卑鄙躲官邸啊，应该要自己走出来配合逮捕啊。这个内乱的主谋、嫌疑人已经依法要给予合法的拘捕，但尹锡悦是总统，他还没有经过大法官最后的这个弹劾认定的同意权的话，他还是总统，他坚持的那个是非法行动，他还要采取法律行动哦，他还要去控告哦，等等的。所以韩国宪法法庭其实现在在第3个代理的总统之后，已经通过了2个名单，所以1月6号总算尹锡悦弹劾案宪法法庭就要开会了。那到了法定人数之后的结论，到时候那个宪法虽然他对于法律了如指掌，那尹锡悦到时候会不会配合啊？就看他有没有第2回合的攻防。那看到支持者突破防线，他们是很认真的，有几百个人就在官邸外面倒地坐在大门前，然后排成一排人墙，要阻止执行逮捕令。身上挂的是什么？戒严合法、弹劾无效的标语，会不会很像我们的青鸟啦？不知道，你就挺到底的概念，就算全民千夫所指，认为他是戒严当闹剧，然后独裁无能等等，但还是有一群人就是这么挺他。那甚至支持者还呼吁因为刚刚看到旗子的时候，看到韩国旗子之外，还看到美国的旗子，他们呼吁什么？川普啊，赶快利用他的影响力，让我们国家回到正轨。呼吁还英文韩文一起写让我们同心协力 ，Let us together。要怎么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但戒严令引发的政治动荡，到现在在韩国还没完没了。那韩国今年的 GDP 预测已经是砍半再砍半，预测低于本来2.2啊，现在1.8的成长率了那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观光等等各种因素，冲击非常大，甚至南韩的央行委员还在讲，最大的冲击还没来。1月20号，当川普上任之后，也要对他增加关税的情况之下，川普有空管得了南韩吗？这些尹锡悦支持者喊了半天，恐怕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赖老师，看看南韩。南韩的政客把一个国家搞得这么的乱说实在话，这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个悲哀。还有人说，哎呀，韩国很有民族韧性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韩国的乱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范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韩国的法院已经发出逮捕令，而且是要在7天内执行完毕。所以如果检调处没有完成的话，那等于是他本身也有涉及违法了，所以他必须要在1月6号之前完成这个逮捕令。那因此他就动用了警力了。可是尹锡悦他开始进行政治动员，他就动用了他的支持者，可是这个支持者已经是少部分的支持者，不是广大的，因为韩国的民调
啊，当然要问梁文杰哈，他们的民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捏造啊？那目前来讲，韩国跟国外在韩国所做的民调里面，70%以上的韩国人认为尹锡悦的戒严令是错误的，他涉及这个内乱罪啊，他们认为应该要逮捕啊，应该要下台。这是目前韩国的民调。那梁文杰先跟大家证明这个民调有没有捏造啊？我还是强调。因为你自己就指控别人捏造，要拿出证据来啊。好，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广大的人民都要求他要下台，所以这个尹锡悦动员的是少部分的群众，你可以看到就是几百个人，了不起不到上千人。好，这个群众是始终的这些人就在那边那个抗议，警方去制止，要执行法律的命令。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警方的第一波已经进去了，距离官邸只剩下200公里，200米，200公尺，已经进去了，没有，已经进去大门了，已经贴近了这个官邸，200米的时候被他们的警务处挡住了，也是200多人挡住他们，挡住了以后爆发了一些冲突，所以等于是乱到极点了。为什么？执法的警察面对于这些拿人民薪水的警卫队的特种部队。像禁卫军的概念，可是他是拿人民薪水啊，他并不是尹锡悦发薪水给他们拿人民的薪水，然后在那边对抗。现在第一波攻击无效，然后他们撤回，警方撤回，检调单位撤回。可是检调单位已经发出一个调查令，要求警务处的处长跟次长，就是正副主管，都到案来说明，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妨害公务了。那到案说明，如果他们拒绝到案说明的话，再来可能就发这个逮捕令了，或者就发拘票了，要直接强制执行。那一旦这2位头头一旦被抓走了那请问其他人要不要干？他们本身，而且只要是阻挠违法的，都涉及妨害司法，全部都一个一个逮捕。我觉得如果玩到这个程度的话，那终于尹锡悦的就是对抗法院的命令，这个是不对的嘛。一个国家的元首已经要这些人直接去违反法律，而尹锡悦的律师说，这个法官的这个法院的这个逮捕令是违法的。女律师没有，你不是法官，所以你没有权利说他合法或违法。因此，警察还是继续要执法。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冲突跟矛盾是越加的激烈，而且检调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必须要在1月6号之前完成这个逮捕令，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尹锡悦的拖日决没有用，因为会一个一个，只要是抗拒司法的，都会被要求调查，然后一个一个逮捕，一个一个被起诉。这样的情形，看看你的特种部队，所谓的特种部队，你有几个人会免于起诉？到最后他们会缴械投降。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闹剧、这个丑闻、这个乱局还要玩多久？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还能够玩多久。董哥，我们就在讲那如果真的进去要逮捕人，那尹锡悦硬要叫他的护卫队来抵抗，真的就发生了，有肢体冲突，但还没有真的扩大到变成万一要变成流血冲突，还是怎么办？不然怎么办？那现在如果第2次、第3次7天内要把他逮捕到案，尹锡悦继续抵抗。我觉得他可以让法律更完备了。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陈水扁那时候犯了贪污案。陈水扁并没有被传讯起诉只起诉他太太，为什么？因为他是现任总统，是虽然民调很低，贪污的家族众所周知，对不对？民国95年嘛，2006年大家印象深刻。后来等陈水扁卸任以后，他的案子才开始被办。所以尹锡悦你要让他法律更完备，很简单因为现在法庭都是我们14号就要开会了，14号开完会，确定国会弹劾他的这个案子，所以他就不是总统了。你只要宪法法庭确认他不是总统，谁在抵抗的话，谁都没有正当性了。1月6号，对，那尹锡悦自己，因为他自己是检察总长出身的，他当然对法律非常娴熟，所以他现在说，我即使被弹劾，我还没有被罢免掉总统我还是总统现在的总统叫做代理总统，我才是真的总统。虽然我没办法执行权力，暂停职务而已。对，我的身份还在嘛那所以我才讲说不差这几天应该让他更完备，这是当然的一个情况其实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大概很少说可以一个法院可以逮捕现任的总统。我老实讲所以他的争议性，尹锡悦当然人人喊打，他的民调基础又这么低，但是就是法律完备并不是那么困难就是因为宪法法庭现在已经构成了，它有8个
大法官可以开会，他们总共9个嘛。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尹锡悦现在的处境他让大家觉得非常好奇，你知道吗？就是他好好一个总统，他干嘛去宣布戒严令？但是我必须讲，宣布戒严令是总统的权利啊，就好像宣布特赦也是他权利，那他能不能宣布？可以啊，这是他权利，他为什么不能宣布？就总统有某一些权利，所以当然等他卸任以后，他必须面对非常多的司法。但是今天要逮捕他的是谁？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一个地方法院可以逮捕总统吗？就说其实他会有一些争议的。我的意思是说，像尹锡悦这种人当然大家都想把他抓起来让他接受审判，太可恶，把韩国弄得这样大乱，对不对？现在韩国应该解决是什么？那架飞机死了179个人，赶快把那真相，把那些家属，那么多人，对不对？在凄风苦雨里面，亲人都不见了，应该是做这事情，怎么搞到总统跟法院还有国会在对峙呢？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堪啊！你一个好好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不能好好实施你的民主政治，搞好你的经济呢？这就是大家痛恨尹锡悦的地方嘛！你无缘无故你在搞什么戒严令那当然。尹锡悦在民调或者支持度当然是很差了，但是我讲这个就是说法律完备其实有时候还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柯 P 这个案子，两边来，你看现在换律师提出抗告了，要救出柯 P， 那如果他抗告成功，又换成检察官又抗告了，要求再继续把他压，你看了老百姓看了也是很讨厌为什么不让柯文哲好好进入法院去审判？每天只想说，我把他压起来，我比较好审判，是啊。那就是你检察官的功能不足嘛？你已经把人家压4个月，你说我还是没办法，我会把他压着，我才能办案，那表示你的能力有问题，武器不对等。各位朋友，就在社会上会觉得说司法怎么是这样？玩了这么久还是抗告来抗告去，现在换成律师抗告如果律师成功呢？又换检察官又继续来抗告两边一直抗告，官司要不要打？是没有真正进入官司嘛？所以你们这些人让人家看了就非常讨厌，跟尹锡悦一模一样。所以一早我观众朋友就在讲韩国是在逮捕执政党的总统，我们台湾是执政党在逮捕在野党的主席。那个小金长怎么看呢？其实我们现在看的都是一场戏啊。你真的要逮捕尹锡悦，难道真的这么困难吗？如果一直进不去，断水、断电、断瓦斯，看他能在里面撑多久。你都断啊，你有做这些事吗？你没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嘞？因为大家都想要为自己赌一把，就是不要把自己压到最后。结果尹锡悦没事怎么办？尹锡悦必须这么讲，他其实很会做官的。那个他到拜登总统的白宫里面去唱美国派，然后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川普胜选之后，他在11月12号。他马上就开始重温他的小白球，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接近川普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跟他一起打高尔夫。那他马上开始练高尔夫，为什么？因为他又准备要去美国了，他又准备要去跟那个川普来做友好了，那个做相对的友好的一种表示。所以我们必须这么说他这么会做官，可是他现在把韩国的国政处理的乱七八糟，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般社会上的表象。我们有帮这些三星、SK 海力士，我们有帮这些厂商想一想吗？这些厂商才真正的是剉咧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在为川普2.0买保险。可是现在韩国整个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然后整个的产业摇摇欲坠，然后他们到底现在是要靠向中国大陆，还是要靠向美国，完全不知所措。那为什么他们要靠向中国大陆呢？其实现在为止，大家有想清楚吗？川普他谈到中国大陆，除了他当初想要邀请习主席去参加他的就职之外，其他讲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讲。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中美之间未来的抗衡，大家都不清楚。然后川普只说了一件事，
如果说台湾发生了冲突的话，那他要提高150%到200%的关税，难道台湾的人命只值关税吗？他果然是个商人，你要当他的棋子，就要付出生命。所以尹锡悦的支持者喊川普救命，其实是应该没什么空管他们的哦。好，来看看美国自己呢，其实在2025新年的一开始又是一个乱，甚至形容乱成一锅粥。为什么啊？因为连续几起的攻击恐攻啊。首先第一个案子是。来自于这个纽奥良的凶嫌，车子冲撞，还来不及看清楚呢，马上又有特斯拉就在这个川普的饭店外面爆炸，然后这个是另外第3起，直接在新年晚上又发生纽约皇后区有一家夜店外面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1个人受伤，拿着枪就一群人，大家就是夜店结束要跨完年嘛要回去的时候，就在门口直接扫射，所以大部分的伤者都是青少年。那特斯拉这2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关联？因为都是电动车嘛，大家在想，然后也都是一个是现役军人，一个是退役军人，有没有关联呢？这个特斯拉在川普这个饭店外面这一台车的皮卡车爆炸案，凶嫌是绿扁帽大特种部队的绿扁帽，理论上怎么应该是忠诚度相当高啊？他为什么37岁现役的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就死在车上呢？那车上还有很多这个爆裂物等等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头上还有枪击的这个痕迹。那另外一个也一样，但不同的部队被认为说应该是没有互相认识的。FBI 认为拉斯维加斯的这场纽奥良的这个冲击案件应该没有关联，他也因为去冲撞人群，那下次还要枪杀这个群众，所以酿成了15个人死亡，非常的严峻。那造成这些一连串的事件，现在 FBI 认定这2个应该是不相关，但到底怎么回事真相大家还不知道啊。川普大家立刻批评拜登了这个叫做无能又腐败的美国成为世界暴力的笑柄，接下来只有等1月20号才能够拨乱反正但是对于川普来讲，他的所谓的 Meganomics 的经济学却是全球川普恐慌指数最高的时候，因为呢，包括在这个调查里头有47位的经济学者被调查说，都是专门在研究美国经济的，他们在各种分析里面。请问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他们过半都预期川普的政策将有一些负面的冲击，过半会有负面冲击，影响很大。有10%认为将有重大的不利冲击，有正面的只有2成的因素，也有一些期待他回来之后让经济变好转的可能性。但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国大陆呢，因为上一次川普就职去抗中的时候，很多的企业界都是反对的。那现在呢？包括像苹果啊、Nike 啊这些，但现在是不是有所不同？那尤其是所谓中国大陆这个金矿对于整个内卷的市场还有这个消费力，在苹果啊、Nike 没有办法如上一次的时候，还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不知道尤其是如果真的要抗中，要帮这个中国大陆讲话，美国企业这次压力被这个美国会长说。恐怕跟过去已经是不一样了，甚至美国从拜登时期一直在讲说，因为担心国安风险，准备要对中国大陆无人机下手，进口禁令，但是想了半天，考虑了半天，现在还是没办法实行，说要询问企业去询问民间嘛，所以最后提交意见的时间是3月4号，所以拜登如果这段看守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指示的话，其实就是要由川普最后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封杀大陆制的无人机烫手山芋啊？那习近平他在针对美中关系，他发表的谈话是透过一家求是的杂志发表的。他认为这个西方国家现在日渐陷入困境。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所以这个形容词叫做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现在西方的乱对上现在中国大陆的现况，谁胜谁负还有的瞧。但是呢，中国大陆有28家的美国实体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这名单涵跨的很广国防啊、航空啊、科技啊，其中军火上面的是大宗，像这个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都是重要的禁止项目，其中有一些重要的
项目活动啊、材料都是限制的关键，所以要反制川普关税2.0，中国大陆所做的一系列措施里，包括了电池材料等等的加工措施，这真的是还有的瞧。所以美中之间的对抗，川普上任之后还有很有戏看，但是新年就从这种恐怖攻击开始。我觉得元旦啊，这个是一个本来是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大家想说告别了2024年，迎接2025年，希望这一年有好的日子来，所以大家也都希望说快乐一点。结果有这么一些悲剧不断的发生哦。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可以稍稍的松了一口气，就是说这几个连续的事件本身没有关联性。虽然有提到说这牛奥良就跟这个川普大厦在拉斯维加斯的川普大厦，好像这2位凶嫌都在同一个部队服役，但是时间不一样。因为牛奥良的这个凶嫌他是已经退役了，而且当过房地产商。然后川普就在第一时间指控这是外来移民的影响，川普的指控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位虽然是穆斯林裔，但是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美国出生，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当兵，而且当了10年兵，然后才退役的这位美国的公民，然后他也曾经从事过房地产，最后他皈依 ISIS， 那是你美国自己的教育出问题了。例如说，美国你现在对于叙利亚的政府，你准备要承认它，但问题是叙利亚的政府的这一个新的首脑，他本身是你悬赏1000万美金的 ISIS 的头目，你悬赏他1000万美金，说他是 ISIS 的组织，结果你今天因为他执政了，你就要承认他，是你自己价值观错乱。然后你今天又回过头来指责 ISIS， 我们就觉得简直是乱得一塌糊涂了。原来掌握了政权以后 ，ISIS 就合法化，然后不掌握政权的，在美国的 ISIS 它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组织。我觉得你自己本身的法律价值都错乱了，你应该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你怎么能够叫它是恐怖主义呢？它应该是合法的了嘛？那怎么又叫它是恐怖主义？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你美国人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呢，还好，我说为什么要稍稍松了一口气？还好，就是在川普大厦的这位爆炸案的嫌疑犯，他本身不是穆斯林裔，他是白人，然后他本身也是土生土长的白人，然后还是现役的绿扁帽部队的中士官，然后他本身为什么驾的这个马斯克的公司的车，对呀，然后在这个川普大厦要引火自爆，到底他在诉求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没有查清楚，但是彼此之间没有关联，所以等于是 ISIS 的这个恐怖主义行为看起来是孤狼式的，而不是组织式的。如果是组织式的话，美国可能就要戒慎恐惧了。现在我个人认为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它基本上来讲不够有说服力。为什么？美国的企业家在拜登执政的时候，虽然有反对拜登对于中国实施科技战，但是效果很有限，因为拜登几乎不理会他的这些大企业资本家的意见嘛。继续雷蒙多带起不断的提出301特别301，而且不断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打压，所以这些企业家的功能并不存在。那现在又说这个你的好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因为川普上来了以后，你们这些企业家更没有发言权了。以前就没有作用了，那怎么会之后有作用呢？根本不期待。所以我觉得《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论根本就站不住脚。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年新年的一开始，美国是从恐怖攻击开始揭幕了但美中的对抗1月20号开始，又是另外一个严峻的开始。萧警长，习近平主席在《求是》杂志里面提出了，也就是从新时代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东升西降，中治西乱。那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正好恰恰反映的就是拜登之前的作为。我们想一想
那个从进入到19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战争标举的是什么？标举的一直都是自由民主的大旗。可是进入了21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对于中国大陆都标举的是什么？其实他们进行的就是贸易战，进行的就是科技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大陆后来居上，原来大家都认为中国大陆只是世界的工厂。可是这个工厂慢慢的已经变成了市场了。那在变成市场之后，之前我们讲到的是2025的中国制造，但是后面有一个隐含的是什么？是2035的中国标准。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是什么？也就是中国品牌。如果到大陆去看他们的电视的话，你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样推动他们各种，无论是从海洋，无论是到家电，无论是到他们的民生用品，都是在推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自有品牌。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去年奥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些例如说全红婵他们所穿的这一些运动服装，还有在看到 Nike 吗？还有在看到 Adidas 吗？都没有，全都是中国的品牌。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哦，也就是当现在中国大陆不但的是品牌达到标准，而且他们有自信穿着自己的品牌的时候，然后就推动的整个的一个他们的产业前进啊。那推动这个产业前进，其实也就等于是现在他们更有底气的对于美国也开始进行，你既然对我贸易制裁，我也制裁你，也就是嘉者或者是石墨这些，我通通都对你进行制裁。制裁的结果是什么？对不起，相关锂电以后再也用不到中国产品，你用的就是美国的烂产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你电量的焦虑。走着瞧，到时候才知道到底是谁的伤害比较大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拜登时代一直喊着要制裁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全面要禁止，但因为业界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嘛，结果现在时间到了，到3月4号之前，显然川普上来要接这个决定，到底要不要禁呢？全世界的无人机有70%是一家公司所制造，在中国大陆叫做大疆啊那大疆现在美国还很多比如说消防、警察系统都还在用，军方也很多系统在用。俄乌战争也有很多人把民航的那东西，民间就是一般普通的把它改成军用的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那美国一直想说，我可以提高关税，我可以报复不让你进来。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里面，它有很多东西在全球是独步第一名，电动车然后那些电池然后无人机大家可以看到高铁它也是世界第一。那你输人家就要抵制人家，这个是非常可笑。美国要求他的盟邦大家来抵制中国大陆，最有名就是欧盟嘛。欧盟抵制人家的电动车，提出的条件是什么？除非你们这几家电动车的厂商，大陆的厂商把配方告诉我们，我们就同意你来卖。这真是无耻到极点啊！这是欧盟我们认为先进的国家，那现在要来抵制，最可笑了。大家记得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要下台了，那我们这几年抵制人家的晶片，我们毫无效果。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深受其害之外，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晶片能力，怎么是用去抵制它？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昨天这场记者会在陆委会哦，本来啊，当然他要公布这个海峡岛报啦，甚至有没有人拿中国大陆身份证等等一些话题。那但前提我们讨论了嘛，想不到被一个疑似喝花酒的影片，在招待所里的画面失了个焦。但他重点要告诉大家什么？陆委会要查包括什么中国身份证的问题，还有禁止海峡岛报来台驻点。台湾不是新闻言论自由的地方吗？但陆委会说啊，这个海峡岛报啊，明显对台统战哦，所以呢，包括大选的时候有这个拿经费去做民调啊，那捏造这个内容啊，已经不是单纯的新闻媒体，未来会暂停来台。其实陆媒前一阵子长期以来哦，都已经是没有办法换，没有替换，没有办法新的审核名单了，那甚至也处处受限。现在直接就让海峡岛报不能再来。然后另外这个所谓抗中保台啊，高科大的教授被爆料。他的名片上面写的是中国台湾省，甚至有网络上网友说啊，他还考题用简体字等等的，那立刻就各种的批评声音就来啦。那被问到这个问题，这个教授还回应说：有问题吗？不行吗？那教育部说了，名片印中国台湾省，有损我国国家尊严，将列记行政疏失。高科大甚至决议不续聘该教师，很严重呢哈！你媒体要管制，然后我们的艺人去大陆的各种表演，就说这可能有疑似帮忙统战的疑虑。那老师更是立刻要杀掉，绝对不许、不准、不续聘了，这样子的严重性。网红讲的话，总统都拿来引用啊，说有10万人台湾的人领有对岸大陆的身份证。那个大家就问啊，那陆委会你不是办事不力吗？不是应该要找吗？到底10万人在哪里？听起来很多啊。陆委会说了，内政部说了，我找到2个人呐。刘世芳说的，他说：“哇，根据调查，有一个林姓跟一个苏姓民众分别住在台中啊，跟金门啊，已经发函要求10天内说明。金门待会可以问问总哥，后续依法办理。哇，10万个人找到2个人，是不是大海捞针？很厉害啊！那还有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各种的对抗的氛围里头，越来越多的秀肌肉不断的出现。当然也不真正只针对台湾啦哦，对于1、2、3岛链它的做法，包括万吨大区南北起航，看到解放军的新年度军事训练里头，把各种的红旗远程导弹啊，还有关岛快递啊，集体都出动，搭配的就是万吨大区。那么被说是在警惕美国要打造西太平洋的堡垒之点呢，这个是日本防务大臣他说的哦。这一次呢，在美军移师到关岛的这个行动里，为了要优化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就有一个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胁呢。就要强化第2岛链的支撑，所以要保持前沿的军事要的存在嘛。但这个分析是这样的，是美国海军学院说的。如果美国执意要介入台海局势的话，那么就应该做好，包括第1岛链、第2岛链都可能会失守，准备要退到第3岛链的准备。所以相关的这些美国的布防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那当然，中国大陆的军事教授说了，这个逻辑叫做历史的影射。美国人是这样想的：如果像2战一样1、2岛链守不住，那退回第3岛链再打回来，那这个结论就是美方的结论是美国必赢，中国必输的这样的结论吗？那但是要斩断台湾海上生命线。美国过去在拜登时代，当然一直对于美国啊、日本啊、韩国啊这种强调的区域协防很重视。川普时代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日本现在先把这个宫古海域这里啊，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军舰、海警船一起穿过宫古海峡进入东海这件事情，认为非常重要。那么第1岛链的关键进出要阻止境外的势力啊，美军才能来及驰援啊，甚至如果要加强应对台海冲突的话，日版海军陆战队机动部队随时要增援靠近台湾的日本西南岛屿这个区域，3月就要成军，叫做日本新海陆运输部。洪都拉斯呢，也对于美军基地呛说，必要的时候把你的美军基地都关了，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川普嘛，准备要大规模驱逐红国的非法移民啊，那总统卡斯楚就跳出来了，如果你敢这样做，你真的要这样做，我们就会关闭你在洪都拉斯的空军基地，作为报复。强调呢，反对派领袖当然说，哎呀，你这个想要跟中国大陆结盟啦，把美军基地转交给中国使用啦，威胁区域稳定啦。但这个地方
洪都拉斯也攸关美军在这里海外的部署啊。那中国的6代机试飞有一个分析是这样说的哦，过去动不动美国媒体就会形容，哇，这个中国大陆的6代的规模啊，海军规模全球第一啦，所以造成的威胁，美国必须要加强预算啦，或者是兵棋推演，解放军如何大败美军啦，所以美军要如何加强预算啦。就这一次中国6代战机试飞的时候，反而媒体有集体沉默的现象吗？这个代表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讯息呢？董哥，先来看看梁文杰啦，记者会上先对自己的问题没办法回答，不过他对于媒体啦，还有什么台湾人有没有持有身份证很重视。其实你可以看到，民进党这1年来变化非常大，因为立法院他没有办法过半，那他大量的引进一些讲话不是很正经，让民进党自欺下流的一些人，比如说王玉川沈伯洋，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你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林楚英，昨天她老公被人家爆林炳文的时候，她是怎么讲的？她说徐小青好像在笑许她那个帅老公，觊觎她的老公。对，我们过去认识的林楚英是这种人吗？不是。民进党现在变成大家要去走这个，又好像调侃，又好像那个，然后他骂李小坚，那个徐小坚是什么？我没办法引述。绿茶叉字叉字绿茶叉，那个字是很难听的。各位朋友，我讲现在民进党已经变成，我只要不用那些东西自欺下流的话去羞辱你，我这个党简直我没办法跟我的党、跟我支持者、跟我的青鸟表忠，你知道吗？没有个正经的论述，就是骂人很厉害，就是骂人很厉害，用一些很刻薄、很羞辱性，而且那种的语言来讲，那针对你这事情，他没办法回答，因为你老公跟人家背房交错是大家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说今天陆委会做这个决定他是非常可笑了，非常可笑，因为他把海峡导报这个为什么？因为前面双城论坛有9家上海的报纸要进来，他不给他进来啊。他说我觉得因为你们对我们有什么惩罚台独的什么什么，中国大陆惩罚台独很正常啊，对不对？中国大陆他的政策本来是啊，他不是民主国家吗？法治国家吗？但我们今天看到陆委会他是气急败坏，为什么？因为他从蔡英文时代到现在赖清德时代，他跟中国大陆没办法对到面嘛。他一直想方设法在营造一个气氛，就是即使在没有9·2共识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跟大陆的官方有接触。所以现在赖清德又出来骗你了，那观光的小两会应该接触应该怎么样？他又在用这个来，因为他要去跟他的支持者讲，没有9·2共识，我们还是能交流啊，还是能对谈啊，这个是做不到的。你如果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想法，你是没办法去谈。那我们现在有些网红或怎么好笑他讲宋楚瑜派的那福建的统战处处长，福建有统战处吗？你自己 Google 去搜寻一下嘛，福建省政府有统战处吗？这个连人家的组织什么都不一样都不懂，然后过去在中国大陆赚得满脑回肠，后来没有钱赚了，就开始来台湾靠台独拥抱台独，开始骂共产党，这个很可笑，我真的讲很可笑。因为你今天要做任何表述，你必须都要有一点做功课，自己要能够去讲出一个至少自圆其说的讲法，连自圆其说都没办法。那他讲这些东西只是在附和民进党，附和让赖清德来引用嘛。你知道他们过去讲台湾蔡英文时代他讲台湾现在有5000多个共谍在活动国安局的报告你把他抓出来啊！你抓5000多个共谍这是你国安局自己讲的你为什么抓不出来？你能够算到5000多个，而不是6000多个、8000多个，显然你有掌握嘛？那你不是失职吗？对不对？你一定是算到5000多，1、2、3、4算，这个数字没办法假掰吧？我告诉你，这些人因为他们都去奉承民进党的台独主张，然后去讲他们喜欢听的话嘛，所以大家想想，譬如说我们双城论坛，我过去采访过双城论坛多次我们去上海过，睡我隔壁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在台湾是众所皆知的台独报纸吧？它有没有被禁止进入？没有我2005年跟连战去采访和平之旅，自由时报的记者也是睡我隔壁，还有那些什么三立或什么那些大家知道独派的电视台有没有去？有国民党给共产党名单说这些也要随团都去没有被限制，没有被限制对我们没有被限制
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在限制？我们是自己没有信心，还是你怕人家讲一些就是真正的话呢？所以你知道，台湾号称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我们自由民主里面最可贵的。民进党过去还把郑南榕奉为上宾然后把他吹牛吹的说好像他代表言论自由。郑南榕不是民进党郑南榕在民进党党代表大会第2届被民进党打得头破血流，我在场各位打得头破血流，就是你怎么可以在现场发你的传单，就被打到头破血流？各位朋友，民进党现在因为人家死了，就把他变成自己人，这些东西都在作假。我告诉各位朋友，台湾的言论自由，在民进党所谓的民主进步旗帜下，它其实是灰暗，而且见不得人，自己都没有信心了。乔舰长怎么看？从新年开始一连串的各种大区还有演习活动。我们这样看现在美国他为了要巩固他在于东亚的这一些军事部署，他就开始很频繁的找代理人，然后进行前沿部署。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菲律宾在去年进行这个肩并肩军演的时候，美国就把提风系统直接摆上菲律宾了，然后这张图就画出来了。也就是说，如果部署在菲律宾、部署在关岛，甚至部署在那个与那国这附近其实整个中国大陆的东南半壁都可能遭受到提风系统，也就是标准6型飞弹以及战斧巡弋飞弹的威胁。不过呢，那个图画的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从今年从去年11月12号的珠海航展开始就看到一连串的这些解放军的军武大爆发。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红旗19，红旗19如果按照它的尺寸，因为我在现场嘛，那它的红旗19的旁边放的是什么？是红旗9，两种飞弹的尺寸其实是约略相仿的。那现在红旗9它放在055万吨驱逐舰里面，我想请问一下，这一个作战能力跟萨德是几乎相仿的那个红旗19，未来是不是也等于它可以装在055的万吨驱逐舰里面？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中国大陆就可以将它的那个战略纵深往那个第2岛链更加推进？那至于说那菲律宾当然是觉得说，哎呀，我有这个提风就很了不起了。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深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然后一直到浅红色，这其实代表的是近程、中程以及远程的这3种飞弹那其实如果以菲律宾来讲的话，所有的飞弹都打得到你如果你在那边部署提风系统的话，保证你绝对被打到遍体鳞伤。那而且这里面还少了一种飞弹，这种飞弹是美国自己他在他泄密的资料里面讲到的，讲到什么？讲到东风27。其实东风27网络上有没有照片？网络上是有的就是这一张。你看到它的这个，我们以它的那个轮轴数它的数量跟东风26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它跟东风26最大的差别，也就是最前段的部分，它为什么那么扁？因为它前面搭载的就是东风17的那一个乘波体弹头，也就是你根本你东风26就已经没有办法拦截了，它又放了一个更难拦截的乘波体在前面，你怎么拦截呢？所以美国海军的战争学院讲的一点都没错如果你真的是要为了台湾出头，美军你要必须部署的，你要退后到第3岛链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6代机的部分这个6代机的部分，其实大家其实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其实有2种不同构型，而且它不是2择1它是2者要并行的。怎么说？我们来看这个是成飞的这个6代战机，这是沈飞的6代战机。你有发现它的这一个后掠角是不同的吗？那这个后掠角的角度越大，表示它的速度越高，所以这个是未来的歼击机那这个后掠角比较小，那它的载弹量非常大，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未来的歼轰机啊，所以它不是2择1，它是2个都要的。那它2个都要的情况之下，请问你美国，你从2010年你就开始画好了 PPT， 结果你做出来了吗？你有做出来，可是你有部署吗？你没有部署，为什么？因为啊，那个贫贱夫妻百事哀，你就是没钱，你就是做不起来，然后你做不起来，就是今天让中国大陆超越。蔡老师哦，看看我们两岸之间的关系是网红指挥办案，内政部网红放完话，内政部就来就办，哇，10万个人，他说找到2个啦。我个人觉得赖清德可能要让位给这2位，因为这2位说了，然后赖清德马上就引用哦，元旦谈话耶。他引用的意思就是遵照办理嘛，指示了，下达指令了，所以这2位说话了，然后赖清德就接收到了。是的，好重要。我接收到指示了，所以我在重要的时间点我就宣誓，那我就指示办理。所以这2位已经是赖清德的长官那赖清德也是听命于这2位，这不简单所以，但是赖清德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讲的10万人，那他手上已经有名单了嘛？那就是不是应该请他们到案来说明一下？说你的名单10万人，现在名单在哪里？不然的话，你怎么掌握有10万个人呢？你这10万个人是怎么来的？所以你应该已经有名册了。还是问王一川，膝盖就知道，没有了，他们都可以。那如果他是问王一川的话，那王一川已经告诉你说高铁，大陆的高铁没靠贝尔，可是很多人去见证了大陆的每一辆的高铁都有靠贝。那这样的情形下，那王一川就等于是胡说八道嘛，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如果王一川是胡说八道，那如果今天这2位也是胡说八道的话，那你赖清德根据2位胡说八道，而赖清德就遵照指示办理，下令他的陆委会，下令他的内政部，然后甚至在立法院里面开始要去调查了，那这不得了啊！这个就是赖清德已经不是我们少数的一个总统了，那他是这2位才是赖清德的总统，哇，这个不得了！赖清德给我们做一个交代嘛，你到底是对这2位负责，还是对我们负责？讲清楚。那你是不是应该请这2位先到案说明一下，你这10万人的名册到底在哪里？如果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是有意见的哦。那梁文杰说这海峡导报这个捏造民调，那你先告诉我们，在选举期间里面，你每一份民调都有调查，说没有一份捏造吗？那你应该也告诉我们在绿营的媒体里面公布的那么多的民调，在蓝营的媒体里面公布的那么多的民调，哪几份是真的，哪几份是假的？先告诉我们。这梁文杰你也说不清楚你应该要说清楚的每一份民调都是可靠吗？如果都是可靠，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这个你也说不清楚。好，我觉得岛链的问题更有趣。岛链的问题，如果按照这所谓的中国的军事教授赵永宁他的讲法的话，意思也就是说，美国现在要开辟第3岛链的目的是为了要反攻嘛，可是我觉得应该要再计算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2战期间美国跟日本的人口数，今天中国的人口数是美国的4倍，中国的制造业的能量是美国人的2倍，那你应该要是考虑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中国的区域巨子的能量。以这个岛链靠近中国大陆的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美国能够反攻吗？这第2个。最后一个，有所谓第3岛链吗？太平洋那么大那还有第3岛链吗？